我花18万买的海景房，现在1块钱起拍，倒贴都没人要。这不是段子，是现实。就在2025年6月，山东威海乳山爆出骇人新闻，90多个小区，278套房子，全部1元起拍。你没听错，真的只要1块钱，1瓶矿泉水的价格就能买下一套带精装修和全套家具的海景房。可就算如此，还是没人愿意接盘，因为房子已经从金饭碗变成毒苹果。微博博主爆料说，2017年，他一家人自驾去威海乳山银滩旅游，被海风和沙滩迷住，顺手买了套海景房，18万元一口价，再加上家居电器，利息算上，前后总成本高达23万元。结果呢？房子湿气重，冬天没暖气，衣服晒不干，空气黏糊糊，根本没法住人。想卖出去，买家只肯出6万元，还得托人找关系。他一声哀叹，肠子悔青了。在中国，这样的悔青肠子的人越来越多。海景不值钱了，学区房也撑不住了，就连1线城市的房子也开始塌了。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，这些1元起拍的房子不是法院法拍，不是破产抵押，而是房东主动挂出来拍卖的。根据克尔瑞研究中心的数据，仅在2025年6月，全国共有278套房源起拍价为1元，其中乳山就占了216套，分布在90多个小区。这些房子普遍为精装修、家具齐全的二手房，当年卖价几十万，如今还不起贷款，仍也没人要。乳山二手房均价已经跌破2000元每平方米，小户型挂牌价直接跌到7万元以下。数据触目惊心，10年前一套30万元的房，如今中介只肯出8万回收。上海二手房均价2年下跌超过20%，连苏州、宁波、南宁等1、2线城市都开始出现1元特价房，房子正在崩盘的边缘，疯狂内卷。曾几何时，乳山银滩是无数中产家庭的海景梦。宣传海报上写着阳光沙滩，拎包入住，投资升值，宜居康养。现实却是周围找不到超市，找不到饭店，找不到人。一个网友评论戳破幻想，暑假去那边玩，房子潮，天闷，人稀，路远，交通不便，大晴天衣服晒不干，整片海滩死寂。还有网友感叹，房子烂大街，指日可待。乳山正在从海景梦沦为鬼城样板。中产最怕什么？不是暴雷，而是房子跌成废纸，资产一夜蒸发，想跑都跑不掉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，2024年至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有超过60个城市出现连续12个月房价下跌，其中2线城市跌幅最大，部分区域房价已经跌回2015年甚至2008年的水平。而二手房市场更惨，1线城市流挂量暴增，上海链家挂牌量突破24万套，北京突破17万套。房子挂1年无人问津，中介开始主动建议打骨折改租赁。二手房均价普遍比新房低20%以上，形成倒挂现象。而1元起拍仅仅是冰山一角，它揭开的是一个更残酷的现实，房子不再是资产，而成了债务。为什么会出现1元起拍？答案只有一个，房东扛不住了。专家严跃进指出，大量投资型房产已经陷入有价无市的死局，开发商不再回购，银行不再愿意续贷，租金回报率低到可怜，普通人还要交物管费、水电费、空置税，一整套房子成了沉没成本。现实如此荒唐，10年前是拿命换房，现在是拿房换命。房价不是跌到白菜价，而是跌到白给价。没有任何金融产品像房子一样，从全民追捧到集体嫌弃，仅用了短短5年。
2025年，房地产的遮羞布终于被彻底撕掉。中国房地产之所以能在过去20年一路狂飙，靠的不是刚需，而是信仰，是只涨不跌的信仰，是有房才有人生的信仰，是房子等于财富自由的信仰。但现在信仰坍塌了，乳山1元房就是中国房市崩盘的缩影，而这个缩影背后是系统性雪崩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土地出让收入为 6.3 万亿元，较2021年的 8.7 万亿元，整整缩水 28%， 创下近10年来最大降幅。而2024年全年土拍收入预计再跌 15%， 部分城市如沈阳、郑州、贵阳等地的土地流拍率高达 40% 以上。2025年上半年，已有超过80个地级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下滑超过 25%。问题是，地方政府还指望这笔钱还债、发工资、养公务员，地卖不出去，开发商也不买单，地方财政直接断血。于是只能逼房东卖房，逼企业盘活资产，变现一切。山东为什么出现1元起拍？因为威海就是地方债务黑洞之一。乳山海景房的崩塌是当地政府无力兜底的代价，一边是没人要的房子，一边是要还的债务，地方财政被房产反噬，已经变成吃人的黑洞。房价崩不是因为开发商贪婪，而是买房的人没了。根据民政部数据，2024年全国新出生人口仅663万人，创下1949年以来最低，死亡人数1071万人。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元年已成常态。更残酷的是，2025年结婚登记人数预计不到600万对，比10年前腰斩。一线城市年轻人结婚率跌破 20%， 买房变成不必要的负担。数据显示，中国35岁以下首次购房人群数量下降超过 50%，90后、95后成了不婚不育不买房的三不青年，更别提躺平一代压根不愿背房贷。一份贝壳研究院发布的调查显示，2025年中国购房者平均年龄已上升至42岁，首次购房年龄为 35.7 岁。年轻人逃离楼市，中年人套牢其中，整个房地产市场正进入断代崩塌期。除了乳山，还有谁在塌？2025年6月，搜狐发布的全国轨城分布图指出，中国目前超过50座城市被贴上轨城标签，包括河北廊坊环京投资失败重灾区，贵州贵安新区政府投资过度，无人入住，辽宁营口海景房泛滥，人口流出严重，江苏盐城棚改货币化遗留的库存重灾区，甚至在繁华的一线城市也藏着新型轨城。上海青浦、奉贤商品房空置率超过 40%， 部分楼盘白天黑夜都不亮灯。深圳龙岗高层住宅价格倒挂，二手房只租不售。广州南沙大量海景楼盘空无一人，别墅半价甩卖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是资产泡沫破裂的全过程。当年靠棚改、刚需、贷款堆起来的繁华，如今正被现实一点点吞噬。有人说，中国这轮房地产暴跌只是价格修复，但对于几亿房东来说，这不是修复，这是资产的自我毁灭。数据不会骗人。截至2025年6月，中国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总额为39万亿元，其中超过 30% 的购房人出现资产负债倒挂，房子市值贷款余额。住房空置率超过 22.4%， 全国空房总数逼近1亿套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，2024年中产阶级家庭资产缩水幅度在 18% 至 45% 之间，排名第一的负资产来源就是房产贬值。房子不再保值，租金无法覆盖利息，持有成本过高，没有增值预期，
这一切都在掏空中产的最后一丝安全感。以前是没有房，连婚都不敢结，现在是有了房，婚也结不成，还要卖命还贷。所谓中产，其实就是房产泡沫里的一粒韭菜。乳山的1元海景房不是个别现象，而是中国楼市真实现状的冰山一角。这场雪崩没有赢家，房东想跑却跑不掉，政府想救却没有子弹，年轻人想买却根本没需求，老百姓想卖却卖了也是负资产。房地产不再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，反而成了拉着中产、拉着地方财政、拉着整座城市一起沉没的铁锚。未来还会更惨，等债务爆表，等更多人断供，等税收下滑，等资本出逃，房子也许会真的跌到免费送，却依旧没人要。因为房子不再是家，而是枷锁。